如果你不是云林附近的人，应该都不太认识林内。有一些市容，慢慢的你也只能在林内这样的小乡镇才看得到。例如林内的括号猪肉中，叫起来多亲切，感觉就是小学同学的绰号。要说林内乡的过去，林内的郑家家大业大，可以从郑天球的拔贡说起，是拔贡，不是踹贡哦。拔贡到底是拔什么贡？那要很快的说一下科举制度，听完你会很高兴，现在教育部跟清朝比，其实有在改革。我们来看看郑天球在流传千古之前经历哪些考试。他的第一场考试叫童子试，第二次考试叫院试，通过院试的人就被称为秀才。第三次考试叫乡试，通过乡试的叫举人。第四次考试叫会试，通过会试的称为贡士。所以郑天球这块公民匾拔贡，就是通过会试，有资格可以上京城的国子监读书。通常拔贡之后，从此仕途一片光明。进入贡士这窄门，应该就如同现在医学院的录取率，也许还要更低，因为阶级复制那时候更加严重。郑天球的名气来自乾隆时期的选对边，毕竟在那个年代要像韦小宝一样滑溜，才有办法生存啊。郑天球帮忙朝廷平定天地会林爽文的抗清事件。平乱之后，清朝亲视郑天球蓝领拔贡进士大夫，这也是一个很悬的亲赐，又是拔贡又是进士。拔贡和进士是两个不同的层级，不过看到进士两个字，郑家应该当场放鞭炮，免甄试就直接往上升一级。所以整个林内的发展，就从受到皇帝厚爱的郑家的正式宫廷开枝散叶，宗祠稳稳的靠着山，前方还有一个祠堂，果然是我家门前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的大吉之地。祠堂内有个秦公茂柱的匾额，这是个成语来的奖状。古时候的人也很喜欢玩些梗，你给读书人一个冠军第一名奖状，这是瞧不起他。读书人也有自己的行话，所以不是内行人收到这块匾额，大概就是拿去当柴烧了。勤工两个字可能比较好理解，这两个字引用古书上的公勤，意思就是勤劳公正。茂这个字是盛大茂盛的意思，著就是明显显著，说透了就是郑天球为官异常的勤勉，好到不能再好的意思。话说当时台湾中部其他好野人都在搞独立，郑天球帮乾隆皇帝打仗，只有收到这个匾额，应该也不太够。林内的开复庙和郑家也有关系，创办人郑贵是出家和尚，有一天在回家路上遇到一个道士，道士起机胡言乱语的说要在林内这里盖一座本来就有的郑成功庙。奇怪，本来就有，那还需要盖吗？道士回答说，因为日治时代日本人把庙改建为诊所。道士说完，化成一阵烟消失。这剧情根本可以写入戏说台湾的剧本，
所以珍贵受到道士启发，发愿重建郑成公庙，然后募资一路从小庙变成现在你看到的开复庙。从这几个林内郑家的小故事可以看出来，当年林内在历史上也是众多钥匙中的关键一把钥匙。下次你来到林内时，对他的过去会有一点感应。